6月23日，吉林大学给出了一项实验结果。根据结果分析在嫦娥5号采集的盐蟹月壤里，居然含有石墨烯，而且通过拉曼光谱来分析，发现石墨烯的结晶程度还挺高。此结果一经发表后，立马引起了无数网友的热议。许多人在赞叹石墨烯的同时，也在质疑美国的登月计划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当然，在此之前，咱们先来简要了解一下石墨烯这位大佬级产品。石墨烯是一种2维碳纳米材料，具有良好的导电性，它可以用作电极材料、电子器件、光学器件等。除此之外，石墨烯还能用于超导材料。2018年，我国科学家曹原发现石墨烯在零下271度的低温下可以发生超导现象。此时的石墨烯电阻为0，抗磁性也很强，简直就是超导体中的先天圣体。当然了，关于石墨烯身上最大的特点，那无疑是坚毅了。这种材料可以进行极度细分，变成单原子层。2004年，科学家安德烈·盖姆和康斯坦丁·诺沃肖罗夫首次剥离出了单层石墨烯，这项成就一度让他们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由此可见，石墨烯这种材料是有多金贵。当然，金贵是金贵，但制备起来也很难。一开始的制备方法是固相机械剥离法，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机械力重复切割同一块石墨，直到得到石墨的薄层。期间施加的机械力还得克服石墨烯相邻层之间的范德华力。总之，这是一个既费时又费力的过程。其次呢，就是用液相溶剂剥离法，但这种方法带来的超声波会破坏石墨烯的结构，而化学气相沉积法也叫 CVD 法，它的成本则很高。总之，要想制备出一款上好的石墨烯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宇宙中又怎么会存在天然石墨烯？严格来讲，宇宙中的天然石墨烯还是很多的。根据有关资料来看，星际碳中有 1.5% 的碳是以石墨烯的形式存在。美国登月为什么没有发现天然石墨烯？月球上存在的天然石墨烯可能是因为一场火山喷发而形成的，而且它不仅能达到石墨烯的基本性能，还能得知月球的演化信息以及资源矿藏等。总之，相比于地球上的石墨烯而言，月壤中的石墨烯要略胜一筹。也正是在这时候，一部分网友开始发出疑问了：既然宇宙中的石墨烯这么普遍，那美国当年带回来的月壤为啥没发现石墨烯？当然，这些人在质疑美国月壤的时候，同时也在质疑美国登月。毕竟美国当年登月给人的疑点实在是太多了。1969年7月16日，随着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，阿姆斯特朗等人采集了22千克月球样本带回地球，这也是人类首次采集到月球样本。自那以后，美国先后有6艘飞船完成登月任务，一共采集了385千克的月壤和岩石。然而，在这些月壤中却没有一丝石墨烯的影子。随着嫦娥5号带来的月壤中被发现石墨烯的存在，无数网友也纷纷调侃道：看来中美探索的不是同一个月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美国登月造假这个议题，近些年开始闹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更是列出了大量证据，以证明美国登月确实是一场惊天骗局。首先呢，就是旗帜问题。月球上没有空气流通，但美国当年插在月球上的国旗居然迎风飘扬。其次，我国航天专家裴兆宇曾表示，嫦娥系列探测器并没有在月球上找到所谓的阿波罗盆地。从当时美国载人登月的画面来看，宇航员的弹跳力度不足1米。要知道，月球上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/6，在这种轻微重力的环境下，弹跳力居然这么差，这不得不令人怀疑，宇航员可能不是在月球上跳的。不过，以上都只是广大网友的猜疑。我国航天专家也曾公开表示过，盲目质疑美国登月真实性是不理性的，大家还是要客观对待事实。2020年12月，嫦娥5号带回 1.73千克月壤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月壤。拿到这些月壤后，航天部门向40多家科研机构发放了 77.7 克月壤样本，许多科学家利用这些月壤再次发表了无数论文。这一次，我国科学家也算是体会到了月壤自由的味道。像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石墨烯，就让不少人开始畅想，假如中国未来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基地，是不是就可以顺带建一个石墨烯开采工厂？那到时候我国可以卡某些国家脖子的手，岂不是又多了一只？更有敢想的人提出，既然这下证明了月球上存在天然石墨烯，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在月球上建成一个巨大的储电站？
这样我们不就相当于有了天然充电桩，电力来源源源不断？当然了，月壤的价值数不胜数。根据嫦娥5号月壤样本的研究结果来推测，月壤中氦3的含量约为100万吨。像这类物质在核聚变反应中具有巨大的潜力，稍加驱动就能释放无穷无尽的能量。此外，在月壤颗粒的最表层还含有较高浓度的氢原子，这就意味着月壤中可能含有水分。有了水以后接下来植物栽培就好说了。2023年11月，中国农业大学的孙正才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。在论文中，他将荧光假单胞菌、巨大芽孢杆菌以及胶质芽孢杆菌3种细菌进行组合。这一做法直接促使本氏烟草在月壤中生长了起来。这样一看，咱们今后在月球上种菜就轻而易举了。可以预见的一点是，假如月壤真的具有肥力，中国人完全可以发挥出种地的天赋，把菜种到广寒宫去。如此一来，月球的主权不就手到擒来了？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